谁说内娱没有真诚社交？刘宇宁和金靖这波互动，简直把高情商3个字演活了。最近开始推理吧更新的一段内容，又一次把刘宇宁和金靖送上了热议中心。原本只是节目里一个轻松的小环节，没想到两个人一来一回的互动，硬是被网友看成了成年人舒服社交示范课。没有刻意煽情，也没有用力过猛的营业感，就是几句自然的接话，几个及时的回应，几次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，却让人越看越觉得，真正会聊天的人，真的不是靠嘴甜取胜，而是懂得把对方的情绪稳稳接住。这段出圈片段来自开始推理吧里补给站好评返现的任务。规则其实很简单，嘉宾们需要对餐食进行夸赞，只要夸得足够走心，就能换取体力值。换成一般综艺，大家可能随便说几句好吃、不错、很有家的味道，任务也就过去了。但刘宇宁和金靖偏偏把这个环节玩出了另一种效果。两个人不是简单完成任务，而是在互相递话、互相认可、互相托举的过程中，把一个普通小游戏变成了社交名场面。最让观众感到舒服的是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冷场。很多综艺里的互动，最怕一方抛出话题，另一方没接住，场面瞬间变尴尬。可刘宇宁和金靖完全不是这种状态，不管是谁先开口，另一个人都能马上跟上。金靖负责把气氛带起来，刘宇宁就稳稳地接住他的表达，刘宇宁顺势补一句，金靖又能立刻把话题继续往前推。两个人的节奏非常自然，好像提前排练过一样，但看得出来，他们靠的不是剧本，而是很强的临场反应和对彼此情绪的敏感度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们的夸奖一点都不空。普通人夸东西，很多时候就是停留在表面，比如味道很好，看起来不错，挺香的。可金靖和刘宇宁的表达，会把简单的夸赞变成一种情绪传递。金靖说起餐食时，不是干巴巴描述口感，而是把他和家的感觉补充力量，被照顾到这些情绪联系在一起。这样一来，节目组的用心被看见了，现场气氛也被带暖了，任务不再像任务，反倒像一群人在疲惫时刻得到了一点真诚的安慰。刘宇宁在这个过程中也特别会接，他没有抢话，也没有为了制造效果故意把梗往自己身上揽，而是一直在旁边给予及时反馈。金靖说到动情处，他会立刻点头，嘴上连续回应似的。这种反应看起来很小，但懂社交的人都明白，聊天里最珍贵的不是你说的多漂亮，而是你能不能让正在表达的人感受到，我有认真听你说话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愿不愿意继续分享，取决于对方有没有给出正向回应。如果你说半天，对面只是敷衍点头，眼神飘忽，表达欲很快就没了。但刘宇宁的状态是全程都在承接，他不会让金靖的任何一句话落空，也不会让他一个人撑场。这种不抢风头却又始终在线的陪伴感，正是观众觉得他高情商的原因。还有一个细节很戳人，金靖在节目里问大家要不要再加餐，话音刚落，刘宇宁马上接了一句，大意是给金靖单独拿一份，随后自己也跟着一起吃。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很随口的小互动，可细想就会发现这其实很体贴。金靖主动关心大家，自己可能也想吃，却又难免担心显得太主动。刘宇宁这一句话等于是替他把不好意思化解掉了。他不是站出来表演绅士，而是用非常自然的方式让对方不用尴尬。这就是刘宇宁身上很难得的一点，他的体贴不是摆拍式的，也不是为了镜头故意放大的。很多人嘴上说自己照顾别人，可一到细节就露了馅，刘宇宁则相反，他的温柔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别人一句话里的犹豫，他能听出来；别人一个动作里的不自在，他也能看见。这种眼里有别人的能力，不是临时装出来的，而是长期生活经历磨出来的。其实很多观众早就发现，刘宇宁在综艺里一直都有这种特质，不管是面对熟人，还是面对刚合作不久的嘉宾，他都很少让场子冷下来。别人抛梗，他会接；别人认真表达，他会听；团队氛围有些散的时候，他也会主动站出来整理节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会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会为了突出自己就打断别人。
很多时候，他宁愿做那个拖住全场的人，也不会急着把所有目光都拉到自己身上。节目中涉及近距离互动或者心跳测试一类的环节时，他也一直保持着很清楚的边界感。和女嘉宾说话，他会认真看着对方，但肢体距离始终得体。互动时他有礼貌，却不会刻意靠近制造暧昧，表情很专注，但眼神不会让人不舒服。正因为他没有刻意表演所谓的酥感，反而让人觉得更自然。网友说他身上有不用力的绅士感，其实说的就是这种分寸。刘宇宁的高情商不只是会聊天，也体现在他愿意承担责任。节目推理陷入僵局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观望，避免说错话被埋怨，但刘宇宁并不是这样。他会主动梳理线索，带大家往前走，甚至愿意把风险揽到自己身上。他表达过类似如果我思路错了，最后大家可以怪我的意思。这样的话听起来轻松，其实背后是很强的团队意识。一个人愿意把个人输赢放在集体后面，就已经说明他的格局不小。金靖对刘宇宁的理解也不是停留在表面，他很擅长用玩笑打开气氛，但他的玩笑不是乱扎人，而是有分寸、有后续的。他常常先用轻松调侃把距离拉近，随后又会立刻补上真诚认可。很多人开玩笑只顾自己好笑，不管对方尴不尴尬。金靖不一样，他知道幽默是有边界的，所以经常会补一句我开玩笑的。这一句看似简单，其实是给对方留台阶，也是避免自己的表达变成冒犯。也正因为金靖足够敏感，他才能看见刘宇宁身上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细节。节目中有一段对话让很多人印象很深。金靖注意到刘宇宁每次讲完笑话后，都会习惯性补一句我开玩笑的。别人可能听过就算了，可金靖却从这个小习惯里读出了他的自我保护。他指出，这种下意识解释或许来自他过去承受过太多误解和恶意评价。这样一句话直接击中了刘宇宁内心很柔软的地方。刘宇宁当时的反应也说明金靖是真的说到了他心里。外界看到的刘宇宁是个子很高，声音有辨识度，综艺感不错，粉丝基础稳定的艺人。可金靖看到的是他玩笑背后的小心，是他热闹外表下的不安，是他面对评价时仍然会自我怀疑的那一面。当刘宇宁低声表达自己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时，金靖没有顺着他的自我否定，而是非常坚定地告诉他，你就是这么好。这句话之所以打动人，不是因为他多么华丽，而是因为他很真。真正有力量的认可，往往不是场面话，而是在对方动摇的时候，认真站到他身边。金靖不是随便夸刘宇宁，他是看见了他的敏感，也看见了他的善良，所以才会给出那样坚定的回应。这也是两个人互动之所以让网友上头的原因。他们不是单方面捧场，而是彼此看见，彼此保护。再往前看，星光大赏后台那一幕，也能证明刘宇宁的体贴不是只在节目里出现。当天金靖穿着长款礼服，裙摆很大，脚上又是高跟鞋，下台阶的时候确实不方便。刘宇宁坐在台下，第一时间注意到他的情况，立刻起身过去帮忙。他很自然地帮金靖提起裙摆，还示意身边的人一起护着他走下台阶。整个过程没有刻意对镜头展示，也没有多余动作，就是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后本能的伸手。这个画面后来被很多网友反复提起，因为它不是那种精心设计的绅士营业，而是在一个很细碎的场景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反应。真正的体贴不一定要说得多响亮，而是在别人不方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看见？在别人可能尴尬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自然帮他化解？刘宇宁的很多好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现在娱乐圈里有太多被包装的过分完美的人，采访时每句话都像提前背过，照片永远精修到没有瑕疵，情绪也被管理得滴水不漏。可观众看多了以后，反而会觉得疲惫。大家已经不太想看一个永远正确、永远标准、永远没有破绽的偶像了。相比之下，刘宇宁身上的活人感就显得很珍贵。他会自嘲，会紧张，会坦白自己的不安，
也会大大方方讲起自己过去并不光鲜的经历。刘宇宁的成长经历本身就和很多传统意义上的明星不太一样，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的人，也不是一路被资源推着走出来的艺人。早年的他经历过生活的辛苦，也做过不少普通工作，学过厨师，打过零工，做过餐饮相关的活，也曾经在街头和直播间里一点点唱给别人听。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他，没有豪华舞台，没有巨大流量，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。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经历，让他和很多被流水线打造出来的明星不一样。他知道生活不容易，也知道很多人的疲惫不是一句加油就能解决的。因为他自己也从低处走过，所以他不会站在高处教育别人。他更像一个从人群里走出来的人，后来被更多人看见了，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普通人的语境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会觉得刘宇宁不像遥远的偶像，更像一个能陪你聊两句生活的朋友。他做音乐时，这种特质也很明显。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之所以能打动很多人，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炫技，而是因为他唱出了普通人心里那点说不出口的泪。下班很晚，挤上末班地铁，手机电量快没了，整个人也快被生活榨干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可能不想听别人讲大道理，也不想听高高在上的成功学，只想有一首歌告诉你，平凡也值得被看见，狼狈也不是丢人的事。刘宇宁的声音很适合表达这种情绪，他的烟嗓里有一种经历感，不是故意装出来的沧桑，而是带着生活痕迹的温度。很多歌手发歌喜欢把编曲做得很满，把技巧堆得很高，恨不得每一句都告诉听众我很厉害。可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走的是另一条路，他没有过度包装，也不靠炸裂高音吸引注意，而是用比较朴素的歌词和温柔的旋律，把普通人的疲惫轻轻接住。这首歌真正聪明的地方，是他没有假装生活很容易，他没有强行给人打鸡血，也没有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励志故事。他更像是在说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哪怕只是撑过今天，也值得敬自己一杯。这样的表达，对很多打工人来说，比空洞的鼓励更有效。因为大家要的不是被教育，而是被理解。而6月28日的线下分享会也正好延续了这条路线。它表面上是一次新歌相关的活动，但更像是一场面对面的交心局。刘宇宁不是单纯站上舞台唱几首歌，讲几句官方宣传话就结束，而是想把歌里的故事拆开讲给大家听。他可以聊自己曾经的街头经历，聊唱歌路上的难处，也可以聊走红之后的压力和不安。这样一来，歌曲和人就连接在了一起，观众听到的不只是旋律，还有一个人真实走过来的路。如今很多线下音乐活动都很模板化，歌手登台唱歌，互动几句，合影，结束，流程没有问题，但很难留下特别深的情绪记忆。刘宇宁这次选择用分享的方式和大家见面，其实是在开辟属于自己的差异化路线。他不只是卖一首歌，也不只是展示唱功，而是把自己的经历、情绪和听众的生活状态放到同一个空间里交流。对粉丝来说，这种体验会比单纯听现场更有粘性。更重要的是，刘宇宁的真实并不是故意卖惨，他讲过去不是为了让人心疼他，他聊低谷也不是为了包装一个苦情人设，他只是把那些确实发生过的经历放出来，让大家知道他今天的温柔、分寸和共情并不是凭空来的，而是被生活反复打磨后留下的东西。一个真正吃过苦的人，往往更能理解别人的难处，一个曾经被误解过的人，也更知道一句肯定有多重要。这也是他和金靖互动好看的根本原因。金靖是那种能把话说热闹的人，刘宇宁是能把情绪接稳的人。金靖用幽默打开场子，刘宇宁用回应拖住氛围。金靖能看见刘宇宁玩笑背后的敏感，刘宇宁也能在细节里照顾金靖的不方便。两个人之间不是一方拼命输出，另一方被动接受，而是彼此成全。这样的关系才会让观众觉得舒服。从更大的角度看，刘宇宁能持续获得路人好感，并不只是因为他会唱歌，也不只是因为他有综艺效果。
她身上有2个很明显的优势。第一个是她刻在习惯里的共情能力，无论是节目里和金靖的配合，还是台下帮忙提裙摆，或者团队推理时主动承担责任，她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先考虑别人会不会尴尬，会不会不舒服，需不需要被帮一把。这种能力不是短期训练出来的，而是长期生活经验沉淀下来的。第二个是她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，她承认自己的脆弱，也不回避曾经的辛苦。她不会端着明星架子，也不会把自己放在离普通人很远的位置。正因为她愿意平视观众，观众才愿意靠近她。现在很多人追星，追的已经不只是外形和舞台，而是一种情绪陪伴。大家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永远被剧本控制的完美角色。刘宇宁刚好踩中了这种需求。她像是娱乐圈里少见的普通人样本逆袭后仍然保留原本底色的人。她能唱歌，也能聊天，能搞笑，也能认真，能在热闹场合带气氛，也能在安静时刻接住别人的低落。这种复杂但真实的状态，远比单一人设更有生命力。反观一些过度营业的艺人，镜头前温柔体贴，镜头后却未必真的看得见别人。短时间内，漂亮化和精致包装或许能制造热度，但时间一长，观众还是会分辨出哪些是真心，哪些只是表演。刘宇宁的优势就在于，她很多打动人的瞬间都不是精心设计出来的，越是不起眼，越显得真实，越是不刻意，越容易让人相信。金靖和刘宇宁这次的互动，也给很多人提了个醒。好的社交关系，不是一个人拼命讨好另一个人，也不是谁嘴巴更甜，谁就赢了。真正舒服的相处，是你说的话我听得懂，我表达的情绪你接得住，你看见我的敏感，我也照顾你的细腻，你帮我把气氛带起来，我帮你把尴尬化解掉。这样的双向奔赴，才是成年人关系里最难得的东西。所以这次开始推理吧的片段能出圈，并不只是因为它好笑，也不只是因为2位嘉宾有综艺感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观众看见了一种久违的真诚。没有谁在强行抢镜，没有谁在刻意制造暧昧，也没有谁为了效果让对方难堪。大家看到的是2个人把彼此的话认真接住，把对方的情绪放在心上，用轻松自然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特别舒服的互动。而刘宇宁接下来的6月28日分享会也让人更加期待。比起华丽、舞美和高强度表演，很多人可能更想听他坐下来慢慢聊聊那些在街头唱歌的日子，他是怎么撑过来的，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，他有没有怀疑过自己，走到今天之后，他又是如何看待所谓的成功和压力。因为这些故事或许比任何包装出来的宣传语都更有力量。在内娱越来越追求精致人设的今天，刘宇宁这种靠真实和走心出圈的路线反而显得更稀缺。他不靠高高在上的距离感维持神秘，也不靠过度炫技证明自己，而是用一首歌、一段聊天、一个细节，让大家相信，原来真诚在娱乐圈里仍然有市场，原来一个不完美但鲜活的人，也能被很多人认真喜欢。最后也想把问题留给大家，当越来越多艺人被包装成标准答案时，你会不会更偏爱刘宇宁这种带着生活痕迹、愿意真实表达的人？6月28日，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线下分享会，你最想听他聊哪一段过去？是安东老街的街头唱歌，还是成名之后的压力变化？评论区可以一起聊聊，看看这个靠真诚走到今天的刘宇宁，还会带给大家多少惊喜。